你对加勒比海的印象是什么呢？是神鬼奇航、海盗大本营，是百慕达三角洲神秘消失的海域，还是绝美海滩的度假胜地呢？我将展开20天的大航海探索之旅。加勒比海位于北美洲与南美洲之间，是一片被无数梦想与传奇包围的热带海域，超过7000座大小岛屿散落在碧蓝海面上，所以搭船是最好的选择。从罗德代堡港起航，船身切开蓝色大西洋，第一站我们抵达 Grand Turk， 接着一路向南来到多明尼加，航线继续延伸，横跨加勒比海湛蓝的海面，我们踏上波奈，再前往色彩缤纷的库拉索，再航向阿鲁巴，完成了所谓的 ABC 群岛。接着我们转向东方，跨越开阔的海面，航向 St. Kitts， 然后到 St. Thomas， 再一路前进抵达波多黎各。离开后，船再次航向海面深处，插旗英属维京群岛，继续航行，再次登上邦交国 St. Kitts。航程延续，我们靠岸在充满雨林气息的多米尼克，再抵达香料之岛格瑞纳达，再到加勒比海最东边巴北多，最后回到波多黎各结束海上生活。首先就是到码头托运行李，要确定房号一定要写对。还好上网看了一下，大家都说要早点来排队。你看11点不到，人真的很多。再来就是 check in， 会确认签证是否能够登上所有国家，才会让你上船，并给数位钥匙 medallion。行李会送到门口，房间也会有欢迎看板，很有仪式感。早到早享受，我们上来就已经有人在看秀、游泳、吃大餐了。原定下午3点起航，一直等到5点半，终于鸣笛了。船就这样开向加勒比海，美国再见喽！第一天晚上平平顺顺的，甲板上吹着海风，好舒服，今晚一定很好睡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起了个大早，风比想象中还大，空气里咸咸的海味。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那一刻，我们知道这趟加勒比海之旅真的开始了。因为是第一次搭邮轮，很多事情都还不太懂。上网查了一下，大家都说公主号一定要先下载官方 APP， 登船、订餐厅、查询表演场次都可以靠它。一开始还以为没有买网络就不能用，后来才知道它走的是船上的内网，就算在海上也能顺利操作。今天是 at sea， 就是整天在海上航行的意思。海上的活动很多，就找自己喜欢的参加，但一定要运动，因为邮轮上真的吃的东西太多了。来到 Grand Princess， 你会发现船上真的不怕饿，从清晨到深夜都能找到想吃的东西。首先，在甲板14的 World Fresh Marketplace， 也就是邮轮上的大型自助餐厅，这里从早餐、午餐到晚餐全部涵盖，沙拉、水果、热食、甜点、咖啡、饮料，种类都非常齐全，是最方便、最多选择的地方。如果想吃的精致一点，可以选择船上的3大主题餐厅：米开朗基罗、波提切利、达文西。虽然3间餐厅的菜单其实是一样的，但风格与用餐方式略有不同。米开朗基罗与波提切利采预约制，适合想要有仪式感、喜欢被完整服务流程照顾到的旅客；而达文西就比较随性，
开放时段内想进去就进去，适合旅程比较自由、临时想坐下用餐的你。每一桌都有固定的服务生，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陪着你用餐，像家人一样熟悉你的口味，记得你喜欢喝什么，知道你不爱太咸，也会贴心提醒今天有什么不能错过的菜色。最让我们惊艳的是他切龙虾取肉的刀法，他先用刀尖沿着龙虾壳轻轻划开，接着左右轻扳，咔嗒的一声，像自然张开，里面的龙虾肉完整、饱满、晶亮。然后他用叉子一挑，整块龙虾肉就像魔术般滑出来，毫不破碎，毫不粘壳。户外泳池旁有2间很受欢迎的轻食点心，手工汉堡、热狗跟薯条，现烤的拿坡里风格披萨，热热出炉，一片接一片。如果还吃不够 ，International Cafes 是24小时营业，随时都能吃到三明治、甜点、轻食或咖啡。半夜肚子饿或是想要点下午茶，这里永远都亮着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说的这些都是船票已经包含，不需要再付任何1毛钱。吃饱了才有体力玩岸上观光。岸上观光有3种方式，第一个是跟船公司走，最安心最不会误船，就是比较贵。第二个是上网自己订，选择多，价格也便宜一些，但要注意能不能准时送你回来。第三个就是下船之后现场找旅行团，最便宜也最自由，不过风险最大，看你想要安心、便宜还是自由，3种都可以。踏上陆地的感觉真好，虽然没有晕船，但稳稳的还是比较踏实。大家都踏着轻快的步伐下船，我们这一趟都是上岸后再找当地的旅行活动，主要是之前查过，加勒比海多半是小岛国，景点集中，移动距离短，玩一圈很快，时间也容易掌握，所以不太会有误船的风险。再来就是我们其实想真正体验当地的文化，不是只在景点拍拍照，而是走进街道，看看人们怎么过生活，听他们的音乐，闻街边小摊的味道，感受那种加勒比海特有的慢慢但充满活力的节奏。而且说真的，来到加勒比海，总会忍不住幻想一下，会不会转个弯就遇到传说中的海盗？虽然知道不可能，但心里还是想着，也许会看到戴着头巾、提着朗姆酒的角色跳出来。这种期待本身就是旅行最好玩的部分。既然都说要融入当地，那当然要搭最在地的交通工具。结果我们真的很幸运，一上岸就遇到传说中的疯狂巴士，车身五颜六色，音响震到连座椅都在跳，司机一路喊，乘客一路笑，整台车像是一个会移动的派对。就这样，我们在摇晃、吼叫、音乐轰鸣中，真正感受到加勒比海的热情，那种自由，那种疯狂，那种欢乐。在巴士开动的第1秒，你就会明白，海上过中秋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整艘游轮上都是外国旅客，没有人在过中秋，也没有人知道今天对我们有多重要。我们就自己走到甲板上赏月，海风凉凉的，月亮却亮得很温暖，圆得像是特地来陪我们一样。那一刻，其实有点想念家乡的感觉。但更意外的是，我们认识的一群外国朋友，居然很认真地跟着我们学怎么说中秋节快乐，然后他们用自己的口音喊出来 Happy Moon Festival。 虽然发音有点可爱，但那份真心让海上的中秋节特别不孤单。现在要通往甲板的门都已经拉起封锁线，船长下令不能到甲板去了，怕危险。原本我们的航程要停靠 Saint Kitts， 但大海总有自己的节奏。就在接近岛屿时，风暴突然生成，海面骤然翻腾起惊涛骇浪。船长立刻下令不靠岸，掉头远离风暴。旅游就是这样，充满惊喜，也充满意外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，但也正是这样，才让每一段航程都成为独一无二的故事。我们有没有晕船呢？答案是没有，因为已经是我们在海上的第10天。人的身体有一个很厉害的能力，大脑和前庭系统会在1到3天之内自动重新校正，把船的晃动当成正常状态。简单说，就是我们的大脑已经习惯了海浪的节奏。这时候还是回到房间最安全。每天回到房间，看到被整理得整洁整齐的空间，心情都会突然变得超级放松。
最有仪式感的是床上那一份明天的行程单，每天都会静静躺在床上，提醒着我们又是新的冒险，新的一天。但当行程单铺满整个床，那一瞬间，我们知道旅程悄悄走到尾声了。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既满足又舍不得，像是在对加勒比海、对走访过的城市、对船上的朋友们默默道别。这趟旅程走过15个点，8个国家，邮轮就像个大家庭，大家每天生活在一起，吃饭、运动、看秀、参加活动，很容易互相认识，培养友谊。一直到下船前一天，真的有离别的感觉。就如活动总监最后一场秀说的，这艘 ship 最珍贵的就是拉近大家的 friendship。当时我真的听到很多人流泪声音，那种氛围你知道的，让第一次搭邮轮的我们有说不出的感动。船长之夜最特别的就是踏上香槟瀑布。回到我们片头一开始，你对加勒比海的印象是什么呢？走完一圈加勒比海，我们的印象就是热情、色彩、节奏感。每一座岛都有自己的步调，每一片海都有不同的蓝。原来世界真的可以这么鲜艳，这么自由。如果你也要去加勒比海，我有几个小建议。第一，用心去感受每座岛的节奏。加勒比海的美不只在海滩，而是那份轻松自在的生活感。第二，别排太满，每一站都值得慢下来喝杯饮料，听一段音乐，看一眼海。第三，准备好迎接变化，天气说变就变，临时不停靠很正常，但往往会换来旅程中最难忘的故事。最后，把心放开，加勒比海会用它的阳光、海风和微笑来迎接你的到来。我们继续频道见喽！